张继哥，张继哥，张继哥。1991年3月26日，5个小学生相约去山上抓蝾螈。从那天起，他们再也没有回家。这起震惊全韩国的案件，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大家好，我是长安。很久之前就有观众想听我讲今天这个被称为韩国3大悬案之一的青蛙男孩事件。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这起惊天悬案。1991年3月26号，这天是韩国时隔30多年首次恢复地方自治选举的日子，全国都放一天假。生活在大邱市达西区城西洞的5个小学生，打算趁着假期相约出门。他们分别是6年级的宇哲元、5年级的赵浩言、5年级的金英奎、4年级的朴灿仁、3年级的金钟植。5个孩子都在大邱圣瑞小学上学，平时形影不离，被称为5个火枪手。上午9点多，大邱下着细雨，气温5摄氏度。孩子们聚集在浩言家的院子里。金钟植的父亲问他们打算去哪儿，孩子回答：去抓蝾螈，玩一会儿就回来。这里解释一下，虽然媒体称这个事件为青蛙男孩事件，但是孩子们要抓的其实是蝾螈，因为案发初期误报为青蛙了，但是蝾螈在韩国认知度比较低，媒体故意不更正，青蛙男孩的称呼便流传了下来。5个孩子背着书包，带着牛奶罐和棍子，就往卧龙山方向走去。卧龙山海拔约300米，距离市中心约4公里，是当地孩子们常去的地方。上午10点左右，浩言的哥哥在超市附近遇到他们，孩子们说要去抓蝾螈，捡蝾螈卵。哥哥骑自行车陪他们走到山脚下的村子，告别说快去快回。他是最后一个看到5个孩子的人。中午11点，钟植的母亲突然感到胸口剧痛，伴随强烈的焦虑。他对钟植的叔叔说：我感到非常焦虑，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下午1点多，跆拳道学院院长打电话询问孩子们为什么没来上学，因为5个孩子每周的假期下午2点都有跆拳道课。前一天他们还高兴地说要来上课呢，可是到现在5个孩子都没有去，都别说上课了，家都没回呀。傍晚时分，天色渐暗，孩子们还没回家。父母开始挨家挨户询问，恐慌迅速蔓延。有些家长甚至光着脚就跑出了门。晚上天完全黑了，还是找不到。孩子们的父母一起到派出所报案，但是警方的反应令大家震惊。他们听完报案只是简单记录了一下，说孩子们可能是离家出走了，过几天就会回来的，你们要等72小时之后我们才能立案的。由于是在那个年代，韩国确实有很多孩子因为压力离家出走，警方就习惯性的认为失踪的孩子过几天就会自己回来。就这样，最宝贵的黄金搜救时间在警方的消极态度中白白流失了。父母们没有坐以待毙，他们自行组织搜索，召集亲戚朋友邻居，几十个人拿着手电筒在卧龙山上彻夜搜寻，从附近街区一直搜到布尔米谷，直到将近午夜，始终找不到线索。3月29号，孩子失踪3天后，媒体开始报道，案件上了当时很火的电视节目。由于是全国范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的卢泰愚总统亲自下达指令，要求务必解决这个案件。在总统的指示下，警方终于开始了大规模的搜索行动。军队、警察、消防队、民间志愿者总共动员了约30万人次，对卧龙山及周边地区展开了地毯式搜索。直升机、搜救犬、潜水员，搜索队伍排成一列，拿着探针一边戳地一边向前推进。当时的卧龙山树木并不茂密，直升机飞得特别低，据说在直升机上面就能够看到香烟包装在空中飘动。然而搜索进行了3个月，一无所获，5个孩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事件曝光后，举报电话蜂拥而至，警方总共接到了570多件举报，每一件都被证实是假的。首先就是威胁电话，金钟植家里接到电话，对方说：我们抓到孩子了，你们准备400万韩元，
把钱留在大邱车站的铁轨上。这通电话是打给中植的外公外婆家的。孩子们的父母知道以后啊，就猜可能这个电话号码是中植给歹徒的。中植的家人迅速联系警方，但是他们蹲守在大邱车站漆黑的铁轨上，警察也设置了监视点，但是1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人出现。其次就是直播闹剧，韩国一档寻找失踪人口的节目在大邱城西小学操场设置了直播现场。节目进行到一半时，突然传来消息说金钟植自己打了电话过来，现场所有人都激动起来。母亲说听起来好像就是中植的声音，可是电话很快就被挂断了。工作人员确认后发现这只是一个虚假举报电话。在接下来的几年，总共出现了570多次举报，可是每一次孩子们父母都抱着希望赶过去，每一次都是失望而归。眼看警方调查毫无进展，孩子们的父母决定自己行动。5位父亲辞掉工作，开始走遍全国寻找孩子。他们买了一辆卡车，把孩子们的照片和传单打印得很大，仔细塑封，放到卡车上。我们不能让孩子们的脸被雨淋湿。就这样，父亲们开着卡车跑遍了全国各地，把车停在火车站、百货商店、汽车站等人多的地方，分发传单。可是有些人会把传单揉成一团扔掉，有些人用传单包垃圾，还有人用传单擦鞋底的口香糖。可是啊，也有温暖的人。一位出租车司机追上来，递过来一张1万韩元，说虽然不多，但请你拿这个钱吃顿热乎的饭，加油。包括岳尾岛街头艺人罗柱峰先生也加入了他们。每当有人被他表演吸引啊，父亲们就会在观众里分发传单。罗柱峰说，当时我还有一个3岁的儿子，所以他们的痛苦我真的可以想象。既然我已经参与其中，我也会陪他们坚持到底。孩子们的父母3年间到处找孩子，生活费和开支全靠自己，没有任何外界支援。这些费用最终都成了债务，他们变得难以入睡，甚至父亲们依赖安眠药才能入睡。起初吃1、2片就够，后来一次吃3、4片，状态差到甚至早上起来脸都变成了青绿色。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在这3年里，孩子们的父母还遭到了国家安全策划局的监视，特工上门搜查他们的住所，跟踪他们。他们总发现啊，有人在远处用小本子记录着什么。5个孩子的家人们在不同的地方，总会反复遇到同样的人。家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去哪里、何时见面、说了什么，这些人都会详细记录。孩子们的父母质问，为什么要这样跟着我们？对方的回答是，我们是在保护你们。可是在孩子的家人看来，那根本不是保护，而是监视。随着案件知名度越来越高，各种人开始找上门来。有制作人说要拍电影，有歌手说要唱歌帮助寻找孩子，有出版社说要出书帮忙，但是这些人都没有给孩子父母任何实质帮助。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大概1年后，社会的关注度逐渐降低，想让报纸继续登，报社说不能登了。报社拒绝继续报道，有这几个原因。首先就是新闻疲劳，同一个案件报道了1年多都没有新的进展和线索，读者会失去阅读兴趣，所以呢，报社认为继续报道没有新闻价值，没有价值就不会有广告商赞助，那么报社是亏的。然后就是政治压力，有传言称，由于案件可能涉及军方，政府部门对媒体施加了压力，要求降低报道频率。虽然没有明确的禁令，报社能感受到这种不便继续报道的暗示，所以孩子们的父母稍微强求一下，报社就开始威胁他们。他们跑遍了每家报社，但都没有用。事已至此，家里还有其他成员需要钱生活，孩子们的父母最终还是决定回归本职工作。5个孩子的家人召开了记者会，宣布停止到处寻找的工作。他们说，我放弃了生计，走遍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可是寻找孩子们的行动已经到了极限，生活也变得异常艰难。他们含泪宣布投降。几年了，他们辗转全国各地，已经3圈了。除了刚才让5个孩子的家人非常生气的跟踪事件，1996年，韩国科学技术院的研究员金光勋，他是一位在美国学过犯罪心理学的专家，他专程找到孩子们的父母说，我觉得是中植的爸爸把5个孩子杀了，埋在了中植家里。中植的父亲金哲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其他父母也觉得荒唐，怎么可能呢？可是因为这位教授的身份在当时韩国很少有人懂犯罪心理学，所以他的话引起了一些人的重视。
就这样，在各方的压力下，警方决定挖掘钟植家的厨房和后院。从那时起，钟植的父亲就开始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把失踪儿童的父亲当作嫌疑人。这件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的，警察厅的高层和各大广播电台都来了，现场一片混乱。可是结果自然是什么都没挖出来。这个所谓的专家金光勋立马就逃跑了。警方呢就把金光勋带到警局，他表示愿意接受财产赔偿和刑事处罚。最终，金光勋因虚假陈述和诽谤罪被处以罚款。可是对于父母来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一笔罚款能弥补钟植父亲遭受的精神折磨吗？能洗刷他被当作嫌疑人的耻辱吗？孩子失去之后本来就够心痛了，好不容易稍微稳定下来，又来这么一出。不仅如此，钟植的父亲金哲奎先生不仅被诽谤，加上到处找孩子，身心俱疲，最终病倒了。医生说这是火病，一种因为极度悲伤和压抑导致的心理疾病。那时他才40岁左右，正是壮年。年轻时他还练习柔道，身体其实非常健康的。可是麻绳专挑细处断，2001年10月，孩子失踪的10年后，钟植的父亲去世了，年仅40多岁。2002年9月26号，距离孩子们失踪已经过去了11年6个月。这天，一个惊天的消息传来，在卧龙山发现了儿童遗骸。一位名叫吴宇根的市民上山采摘橡子，他先是看到了3只鞋子，然后看到地上有一堆石头，他在石头缝隙里面看到了衣服和类似遗骸的东西。他立即向派出所报案，孩子们的父母赶紧赶到现场，他们看到孩子的遗骸四周竟然围着的全是记者，层层叠叠的在拍照。让人难以置信的不只是警察没有阻止记者进入现场乱拍一通，离谱的是警方呢只用了4个小时就完成了现场的挖掘工作。他们没有等待法医专家到场，没有进行系统的法医学调查，而是用镐和其他工具胡乱挖掘，简单的把遗骸铺在报纸上，就像在路边摊卖东西一样，随便的就把遗骸乱七八糟的摆在地上。按理来说应该拉警戒线，那遗骸那么多，是不是应该铺上干净的纸，然后小心翼翼地收拾孩子们的遗骸，让法医根据这个骨头来分好哪个是哪个的骨头，对不对？可是警方的处理方式完全违背了法医学的基本原则，骨骼的位置关系、土壤的层次、周围的痕迹，这些都是重要的证据，可是全部都被破坏了。父母看到这个景象直接崩溃了，他们跟警察吵，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一直吵到了太阳落山。父母们真的觉得太难受，太心痛了。孩子们的遗骸就那样被分开摆放，他们让父母来确认这些到底是谁的尸体。英奎爸爸，你来确认一下这是不是英奎的尸体。但问题是，遗骸的摆放方式那么混乱，孩子的裤子绑在肩膀上，鞋子和裤子都翻过来了，衣服的袖子扭曲打结。父母们看着这些严重扭曲的遗骸跟衣物，真的心如刀绞。看着他们每收拾一块骨头，父母们的眼泪就忍不住的流。看着这些遗骸啊，也根本认不出来是谁啊。虫子堆在遗骸上，都把那些骨头盖住了，完全没办法确认。父母们拿起孩子生前的照片对比，看着那些东西确实像是孩子们的。警方推测这就是青蛙男孩们，因为其中一个学生生前补过牙，而遗骸当中发现了补牙的痕迹。为了确认身份，警方把衣服解开，看后面有没有城西小学的标志。而就在解开衣服的时候，突然有东西掉了出来，是子弹壳，非常干净，数量很多。更让人震惊的是，在英奎的衣服里面竟然发现了3发手枪实弹，是没有使用过的。包括在现场以及周围区域陆续发现了150多枚干净的弹壳，那这些弹壳散落在遗骸周围，明显是射击留下的痕迹。发现遗骸后，发布会上警方负责人说，从目前显露的各种情况来看，5个孩子低温症死亡的可能性最大。警方的理由是，孩子们失踪那天下了雨，
当时最低气温是3度，虽然气温是3度，但是下雨天在山里体感温度会更低，而且遗骸互相缠绕在一起，说明孩子可能是抱在一起取暖，最终因为低温症死亡。冻死了吗？知道现场情况的人全懵了。当地的山岳救助队明确表示，这绝对不可能是低体温症，肯定是他杀。从地理位置来看就说不通，从道路到发现遗骸的地方，直线距离不到100米。如果真的冷，为什么孩子们不回家呢？其次，孩子们失踪那天的气温是5度，孩子们不可能在5度被冻死了吧？父母们听到警方说是低体温症死亡，简直要气炸了。弹壳、实弹都在现场，警方还说他们是冻死的。舆论压力下，警方呢只好联系法医学专家，因为当时韩国其实是没有专业的现场发掘系统的，所以警方在专家到达之前就胡乱挖掘了。警方根本不懂，所以看到什么就挖什么，把现场搞得一团糟。随后法医学专家仔细研究后给出了明确的结论，这明显不是冻死。如果孩子们是自然死亡，遗骸应该在地面上呀，骨头应该散落的到处都是，但是这些遗骸都被埋在地下，那这决定性的说明有人人为的杀害了孩子们，然后把尸体掩盖了起来。随后专家们反复研究遗骸，他们发现其中一个孩子头骨上有非常锋利尖锐的伤痕，他们把所有严重伤痕的照片和资料发给了美国的人类学专家。美国专家很快给出了回答，这就是人为造成的，而且其中一个孩子的头骨上到处都是这样的伤痕。孩子们的父母愤怒地说，这样的伤口有无数个，不是他杀还是什么？专家最终得出结论，虽然无法确认具体是怎么死的，也没办法确定使用的是什么凶器，但可以确定的是，确实有人对孩子们的头部施加了暴力，而且其中一个孩子的衣服状态也说明有蒙眼睛或者捆绑的痕迹。再说到死亡时间，法医病理学家蔡忠民指出，小学生牙齿发育每6个月就会发生变化。基于此，青蛙男孩们在1991年3月26号失踪以后，最多6个月内就遇害了。其中一具头骨被压扁，显然是被重物压迫造成。蔡忠民指出，骨骼当中呢其实是含有70%到80%的水分的，所以只有在有水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变形。简而言之，就是骨骼在干燥之前被压了重物，孩子们其实是在遇害之后就立即被埋葬了。美国法医昆虫学家大卫·福克纳也根据赵浩岩的头骨中发现的躯壳，也指出孩子们是在被谋杀后立即掩埋的。综合2位专家的观点，最终表明孩子们是在1991年3月26号被谋杀并埋葬的。遗骸被发现的位置距离射击场不到300米。专家们发现，遗骸被发现的地形在1991年的时候是军队射击场附近的区域。那么从距离上看，发现遗骸的地方和射击场之间不过100米到300米，这个距离意味着什么？如果是步枪，大概可以射2公里，有效射程大概就是1公里。如果真的是射击造成的，从位置上看是完全有可能的。据说孩子们失踪那天有人在附近听到了枪声，这个人听到一声枪响后，紧接着就是一声孩子的尖叫，随后就安静了。也有邻居证实，当天在山上听到了枪声，可问题是当时警方根本不敢去调查军队，因为孩子们的父母要求警方调查射击场的记录，可是军方给出的答复是1991年的记录早就被销毁了，按照规定训练记录只保留10年，到期后就会销毁，所以01年就已经销毁了。孩子们的父母肯定不相信这个说法呀，他们认为军方肯定是在掩盖什么。随后呢，陆军5四团召开了记者会，试图撇清关系。军方坚持主张现场发现的榴弹确实是从射击场来的，可是与死亡事件无关。军方一直强调，失踪那天没有进行训练，那天是公休日，所有的军人都在休息。没错，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一开始就说了，这天呢是时隔30年来非常特殊的一天，全国都放1天假。可是有个问题啊，虽然一般士兵是在休息的，可是长期服役的军官是可以随时进行射击训练的呀。除了弹壳和实弹，法医还发现了更多令人不安的细节。细节1，
遗骸上没有发现任何毛发和指甲。按照正常情况，即使尸体已经彻底白骨化了，那毛发和指甲也会被保留下来啊，它们的缺失非常不正常。疑点2，孩子们的袖子被绑在一起，那这种捆绑方式说明他们可能被控制过，而且现场用来绑衣服的结很不寻常，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并不常见。这种结叫做直结，据说只有从事打包行业、前特种部队成员或者渔民是经常使用这种结的。疑点3，孩子们的衣服口袋里没有发现任何的现金，可是根据家长的说法，孩子们出门的时候都带了零花钱，钱去哪儿了？疑点4，他们在衣服里面发现了红豆面包的包装纸，说明孩子们可能在某个地方吃过东西，或者有人给过他们食物。疑点5，在遗骸上方约2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山洞，洞里他们发现了有人居住过的痕迹以及各种物品。山洞里的物品可以追溯到00年左右，也就是说在事件发生近10年后才有人在这里住。11年6个月后以冰冷死亡回来的孩子们，2年后2004年才终于举行了葬礼，所有的遗骸都保管在大学医院的太平间。家长们带着孩子们的骨灰来到洛东江心州那边，他们想让孩子们的骨灰在流动的江水里飘走。父母们悲伤地说，他们是在一个地方死的，那就让5个孩子在天国也一起玩吧。家长们把头骨保存下来作为调查的证据，他们一直相信案件一定会水落石出。为了确定作案凶器，警方也进行了大量的实验。2011年，一档节目播出了青蛙男孩案特别节目，经过对各种工具的试验，最有可能的凶器被确定为一把焊接锤。焊接锤呢是用于切割或者敲击焊接碎屑，这种工具鲜为人知，但是在建筑工地或者工厂却很常见。可是除了锤打的凹槽，没有更多的线索可以实锤这个线索的真实性。2006年6月，网络上出现了一篇帖子，声称凶器是游标卡尺，并推测凶手是附近工业高中吸食胶水的不良学生。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吸食胶水是一种毒品的滥用行为，因为在韩国20世纪80到90年代，青少年问题群体比较常见，因为某些工业胶水中含有挥发性有机溶剂，吸入这些挥发物后会致幻兴奋。由于胶水价格便宜，容易获得，所以一些比较贫困的问题少年就会用这种方式来代替违禁品。但这个理论被专家否定了，因为吸食胶水的人会神志不清，不可能如此有条理的杀害5个孩子，捆绑尸体，掩埋现场。再说一下犯罪的心理特征，犯罪心理学家埃里克希基和朴智善分析认为极有可能是一名精神病患者。韩国警察大学心理学教授朴智善指出，这起案件既有预谋也有冲动，考虑到一个人同时挟持5个孩子，在逻辑上几乎不可能。作案者可能并不是将5个孩子聚集起来当场杀害，而是分阶段一个一个杀。作案者先让孩子们保持一定距离站立，然后先杀害1-2个孩子，以制造恐慌，再对惊恐的孩子们进行无差别殴打和制服，最后才将他们全部杀害。美国著名犯罪心理学家埃里克希基表示，起初我根据头骨上各种不同伤口怀疑有多名作案者，但再次检查头骨形状后，我觉得作案者实际只有1个人。他得出此结论的原因是孩子们头骨那密密麻麻的打击伤。2个或者2个以上作案手段这么残忍的罪犯，这种情况极其罕见，所以凶手很可能对于尸体被发现的时间比预期晚感到惊讶。他显然清楚自己犯了谋杀罪，而且即便知道这涉及法律问题，他也根本不在乎。他懂得如何处理衣物，懂得如何捆绑，之前可能他就有过谋杀经验，而且事前可能早有预谋。潜埋尸体仅仅是一种拖延时间的策略，所以他认为这起案件是由一名精神病患者犯下的，作案者只有1人，而且他极有可能再次犯下谋杀案，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再说到经济问题，但是罪犯从未跟家里索要过钱财啊，因此很难将其视为一起以金钱目的的犯罪。又有人认为他必定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况和地理环境，
因为孩子们的尸体掩埋地是视邦谷最深处、植被最茂密的地方，那里长满了荆棘，附近还有军事靶场，人烟稀少，因此他杀害这些孩子很有可能仅仅是为了满足杀戮的欲望。案件迟迟未破，如果当初父母报警时，警方不搁置，是不是5个孩子就不会死得那么惨？随后，孩子们的父母认为，警方从一开始就判断失误，说是低体温症死亡，而且警方应该做到的事情都没有好好做，破坏现场，妨碍了查明真相，所以5个家庭一起起诉了警方，提起国家赔偿诉讼。可是审判结果让人失望。1审败诉，2审败诉，3审还是败诉。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虽然警方在处理此案时确实存在漏洞，但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警方的疏漏与受害者的死亡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孩子们的父母这就输掉了官司，他们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的赔偿，还要承担诉讼费用。孩子们的父母愤怒地说，那是判决吗？那就是腐败的判决，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2016年3月25号，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绝望的日子到来了。这一天是青蛙男孩案追诉时效到期的日子。根据当时韩国的法律，杀人罪的追诉时效是15年，从1991年3月26号孩子们失踪算起到2006年3月25号，正好15年。追诉时效到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使警方找到了凶手，即使凶手承认了罪行，也无法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们在追诉时效到期前的几个月，多次向国会请愿，要求延长追诉时效，但法律就是法律，国会没有批准延长公诉时效的请求。2006年3月25号午夜12点，追诉时效正式到期。那天晚上，5个孩子的父母聚在一起，在孩子们的遗像前痛哭流涕。我们等了15年，就等来这个结果。赵浩妍的母亲说，凶手现在倒是可以安心睡觉了，法律保护不了我们的孩子了，反而保护了凶手。青蛙男孩案公诉时效的到期，在韩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人认为杀人罪就不应该有公诉时效，无论过多少年，杀人犯都应该受到他应得的惩罚，应得的法律制裁。时间来到2007年12月，韩国震惊全国的泰丸案扭转了这一情况。这个案子我就不讲了，邓肯前段时间讲过，非常详细且精彩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OK， 回到案件，韩国国会通过了新的法律，废除了杀人罪和强奸杀人罪的公诉时效。这意味着从此以后，这2种罪行无论过多少年都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改变。很多人说这是青蛙男孩案和泰丸案留给韩国社会的遗产，也是令人心痛的遗憾。因为对于青蛙男孩案和泰丸案的父母来说，这个改变来得太晚了。新法律不能追溯既往，只适用于2007年12月之后发生的案件。孩子们的父母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很高兴法律改变了，这样以后的家庭就不会像我们一样绝望，但对我们来说已经太晚了。除了法律的改变，青蛙男孩案还推动了韩国警察制度的改革。在青蛙男孩案之后，韩国警方建立了新的儿童失踪案件处理机制，任何儿童失踪报案，警方都必须立即立案，不能以可能是离家出走为由拖延。儿童失踪后的前24小时被定为黄金时间，警方必须在这个时间内动用所有可用资源进行搜索，建立全国性的儿童失踪信息系统。一旦有儿童失踪，信息会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发布，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儿童失踪案件会第一时间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渠道发布，争取社会各界的帮助。这些改革措施在后来的儿童失踪案件中挥发了重要的作用，挽救了很多孩子的生命。但这些改革对于这5个孩子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2010年后，随着科技进步，警方其实也曾经尝试用新的技术手段重新调查青蛙男孩案。2012年，警方使用新的 DNA 检测技术，重新检测了遗骸上的样本，希望能够找到凶手的 DNA。但是检测结果令人失望，由于遗骸在山上埋藏了11年，又经过雨水冲刷， DNA 样本已经严重降解，没有办法提取到有用的信息。
2015年有媒体报道说，一位匿名人士已经向警方提供了新线索，但经过核实也是博眼球的空欢喜一场。每隔几年都会有新线索出现，但每次都以失望告终。35年过去了，当年的父母都已经老了。宇哲元的父亲到现在偶尔还会攀登卧龙山。他说，那些树很小，只比哲元高一点点。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变成了一片森林，而哲元永远停留在了那个时候。我们家就在后面，直线距离大概只有300米。我的孩子竟然被发现就死在家的后面，这简直太令人心痛了。浩言的母亲身体不太好，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说这是常年的悲伤和压力造成的，但他说他不能死，他要活着看到真相大白的一天。金英奎的父母已经搬离了大邱，去了首尔跟女儿住在一起，但他们说他们的心还在大邱，还在卧龙山。朴灿仁的父亲在2010年去世了，他到死都没有等到真相。活着的孩子的父母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够知道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2021年在案件发生30周年的时候，有媒体采访了几位父母。宇哲元的父亲说，30年了，我们从中年等到了老年，我们的头发全白了，身体垮了，但我们还在等。现在虽然诉讼时效已过，犯人不会受到惩罚，所以他通过媒体向镜头说，如果你不好意思说是你干的，你可以写张纸条贴在我们家附近某个地方，我们在等待这样的机会，你可以不用忏悔，我只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你要杀了我的孩子？你到底是谁？我的孩子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希望得到一个真相。2026年，距离青蛙男孩失踪死亡已经35年了。这35年里，韩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军事独裁到民主化，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但青蛙男孩案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5个孩子的遗骸被发现了，可是凶手到底是谁？军方为什么拒绝配合调查？那天在卧龙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说，父母死了埋在地里，孩子死了埋在心里。孩子们的父母把孩子化作一把骨灰送走，以为岁月过去就会忘记，可是时间过得越久，父母们就越想念他们，而那5个孩子却永远停留在了1991年的3月26号。他们再也没有机会长大，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而父母用尽一生也没能等到真相。这就是青蛙男孩案，一个至今未破的悲剧。哼哼。 아니에요. 아이고, 아휴. 아빠 안녕? 아빠 안녕? 보고 싶었어요. 저도 친구들이랑 잘 지내고 있어요. 건강히 잘 계시다가 엄마랑 아빠랑 우리 늦게 만나요. 사랑해요.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喜欢我的讲解，记得点赞订阅。我是长安，我们下期见啦！ 보고 싶은 아들아, 사랑하는 우리 아들 철원아, 호연아, 이영규야, 찬이나, 종식아, 너무너무 보고 싶구나.